朋友们好，我是千里路陈奇。2022年10月末，我们南下加州时，曾自驾4日，行程2400多公里，游览了优胜美地、395公路加州秋景和死亡谷国家公园。这集视频分享我们这次自驾后2天在死亡谷以及路上的见闻。死亡谷国家公园位于内华达山脉东麓，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的地方，是美国本土上最大的国家公园。公园里有2条山谷，其中一条就是死亡谷。有一条主要公路横贯公园，是190号公路。一定是昨晚几乎耗尽汽油的经历在心里留下了阴影。今天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加油，顺便看看北地的街景。早晨9点多，从公园南部转入190公路，在这儿就应该算进入了死亡谷公园了。死亡谷公园实在太大了，好在景点大多都在南部，靠近190公路。游览死亡谷，要么自己开车，要么坐别人开的车，其他方式估计难度都挺大。死亡谷这名字怎么听都有点瘆得慌。记得当初第一次听说死亡谷的时候，脑子里满满的都是武侠小说中那种神秘遥远渺无人烟的景象。今天到了实地，在清晨的阳光下四周望去，的确空旷显得苍凉，但它非但不是人烟罕至鸟兽绝迹，反而蕴藏一片生机。上千种植物和众多种类的动物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繁衍生息，原住民更是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上千年。死亡谷的名字还是后来在19世纪淘金热的年代里，有一对淘金人穿越山谷，经历了酷热死亡。当幸存者成功穿越山谷后，回头对这个山谷说：“再见吧，死亡谷。”死亡谷由此得名。从南面进入公园后，沿190公路，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昨晚来这里看晚霞的扎布里斯基角观景台。在阳光的直射下，虽然不是日落时分那般色彩梦幻，但这里位置较高，仍然是观看周围群山和连绵起伏独特地貌的理想位置。离开扎布里斯基角，继续向北几分钟，这个位置叫 Furnace Creek。这里是公园的中心，旅馆、宿营地、游客中心等等都在这一带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座，应该是公园里唯一的一座加油站。昨晚路过时，可惜已经打烊了。在死亡谷里有一些记录之最。1913年7月10日，美国气象局在 Furnace Creek 测的地表温度为 56.7 摄氏度，这是地表有记录的最高温度。要是将 Furnace Creek 叫成火炉沟，应该比较贴切。过了火炉沟，再向北一点是一个硼砂厂的废墟。1881年，这里发现了硼砂矿。1883年，这座提炼厂建成投产。当年公司用20匹骡子拉的大车，对，就是这样的大车，曾经浩浩荡荡从死亡谷向外运送成品硼砂。
离开硼砂厂废墟，开车继续向前约半小时，来到大沙丘。停车场的告示上说，沙丘里有蜥蜴、蝎子，还有蛇，响尾蛇。真正的纠结了一下，不过看看四周，游人穿梭不绝，熙熙攘攘，就是有什么早已退避三舍了。说是沙丘，但足够广袤，依然有荒漠戈壁的感觉。据说如果角度选得好，这里能拍出荒凉大漠的场景，所以这里和硼砂厂废墟一样，都是出好照片的地点。到沙丘之后，再往北还有一些景点，像是会走路的石头等等。一日游是不可能了，我们就此掉头折返了。回到葫芦沟，下了190公路，转入一条小路，恶水路。不错，死亡谷里的地名都是这么瘆人。眼前的这片山谷就是死亡谷。第一个景点叫金色峡谷，可怎么看都跟电视剧里那个沙湖口似的。据介绍，往里走，峡谷很漂亮，可来回要5公里，放弃了，就边上看看吧。Artist Drive 艺术家景观路，全长14.5公里，单行环路。虽然路程不短，但可以一边开车兜风一边看风景，倒也不觉得劳顿。这是死亡谷里一个很有特色的景点，沿路可以欣赏颜色斑斓的山岩低谷。在中途有一个岔路口，这个叫 Artist Palette 艺术家调色板的景点。这是一片五彩山岩，可以在停车场遥望观赏。景观环路是逆时针单行，最好从南部景点回来的时候再游览这个景观环路，南边进北边出，不走往返路节省时间。接着向前，从公路拐进一条土路，坑坑洼洼，上下颠簸了好一阵子，来到了一个叫魔鬼的高尔夫球场的景点。这是一片巨大的岩地，几千年前是个大湖，干涸后盐水在地表结晶，又被风雨侵蚀成了巨石状。岩块高低不平，坚硬锋利。1934年公元的介绍中说，只有魔鬼才敢在这里打高尔夫球，于是就有了魔鬼高尔夫球场的名字。再往前是这条恶水路上的最后一个景点，但是个必到景点 Badwater Basin， 暂且叫它恶水洼吧。死亡谷里一个最低的记录说的就是这里，这里是北美大陆的最低点，海拔-86米，就是说比海平面要低86米。洼地里是一大片岩地，
主要成分就是石盐。盐城在年复一年的雨水稀释、日晒蒸发、天寒地冻、夏日酷暑中，表面岩层形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个蜂窝状的样子。要看好风景，就要从停车场往里走至少半小时。今天是10月30日下午2到3点钟，气温依然达到了摄氏30度。想想要是夏天在这里走一圈，那该是个什么样子呀？离开恶水洼，原路退回到火炉沟，上190公路，往南去离开公园前的最后一站，一个叫但丁的视角的观景台 Dante's View， 名字源自于但丁在神曲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述。这个观景台海拔1669米，感觉这是公园内最好、最高，也是景色最壮观的观景点。据说这里也是晚上看星星、银河的好地方。在这里可以看到死亡谷的全貌。往下是北美最低点的恶水洼，远处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美国本土的最高山峰140公里以外的惠特尼山峰 Mount Whitney。 不知不觉已经下午4点半了，我们今晚住宿的 Barstow 在300公里以外，所以我们从观景台上下来就离开公园了。离开公园后的前200公里，一直都在127号公路上行驶。这里路边的夕阳也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美丽。这条路人烟稀少，前后看不到车辆，几乎没有加油服务。沿127号公路一直到贝克尔，就可以转上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15号公路了。15号公路就在眼前。今天是周日，返回洛杉矶的车队看不见头尾，堵在这里好久，到旅馆时已经晚上9点钟了。翻过眼前这座山就是湾区了。这次4日自驾圆满结束，朋友们，下次旅途再见。